百家乐怎么赢？我来告诉你。通过下面这些打法，如果赢不到钱，你可以告别50%概率游戏了。什么是百家乐庄闲正打？百家乐任何一种打法都会产生正打和反打。比如说全程打庄为正打，全程打闲就是为反打。不管你选择哪种打法，都会产生输输赢赢的图谱，我们暂且称之为正负路。百家乐的任何一些路单都是全程打庄或全程打闲所产生的天然正负路。接下来我们详细了解并且掌握如何使用二珠路、三珠路、四珠路、五珠路、六珠路、七珠路正打反打，把百家乐大路按照固定的珠路排列，每种珠路的每一列第一口开什么，剩下的几口就跟打什么，就是正打。什么是百家乐庄闲反打？每种珠路的每一列第一手开什么，剩下的几手就反打什么，中一手就停，就是反打。二珠路、三珠路、四珠路、五珠路、六珠路、七珠路正反打各打多少手？二珠路正打或反打都是打一手，三珠路正打或反打都是打两手，四珠路正打或反打都是打三手，五珠路正打或反打都是打四手，六珠路正打或反打都是打五手，七珠路正打或反打都是打六手。接下来我会详细介绍百家乐珠路排列组合的各种情形。二珠路正打反打的概率是多少？要知道二珠路正打反打概率是多少，必须学会掌握并且了解二珠路的排列组合有多少种情况。以下是二珠路排列组合的4种情况。二珠路正打根据正打规则发现，二珠路正打只有第一和第4列正打通过，2列和3列没通过，4列只有2列通过，所以正打的胜率是2除以4等于 0.5， 所以正打胜率 50% 的数据对我们有利。二珠路反打根据正打规则发现，二珠路反打只有第2和第3列正打通过，1列和4列没通过，4列只有2列通过，所以反打的胜率也是2除以4等于 0.5， 所以反打胜率 50% 的数据对我们有利。三珠路正打反打概率是多少？以下是三珠路排列组合的8种情况。三珠路正打根据正打规则发现，三珠路正打只有第4和第8列没有通过，其他6列都通过了，8列只有6列通过，所以正打的胜率是6除以8等于 0.75， 所以正打胜率 75% 的数据对我们有利。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这里的 75% 的胜率并不是指庄和闲的实际胜率，指的是把百家乐大路按三珠路排列 75% 的数据对我们有利，其他珠路也是一样。三珠路反打根据反打规则发现，三珠路反打只有第1和第5列没有通过，其他6列都通过了，8列只有6列通过，所以反打的胜率也是6除以8等于 0.75， 所以反打胜率 75% 的数据对我们有利。四珠路正打反打概率是多少？以下是四珠路排列组合的16种情况。四珠路正打根据正打规则发现，四珠路正打只有第4和第16列没有通过，其他14列都通过了，16列只有14列通过，所以正打的胜率是14除以16等于 0.875， 所以正打的胜率 87.5% 的数据对我们有利。四珠路反打根据反打规则发现，四珠路反打只有第1和第13列没有通过，其他12列都通过了，16列只有14列通过，所以反打的胜率也是14除以16等于 0.875， 所以反打的胜率 87.5% 的数据对我们有利。五珠路正打反打概率是多少？以下是五珠路排列组合的32种情况。五珠路正打根据正打规则发现，五珠路正打只有第4和第32列没有通过，其他30列都通过了
32列只有30列通过，所以正打的胜率是30除以32等于 0.9375， 所以正打胜率 93.75% 的数据对我们有利。五株路反打，根据反打规则发现，五株路反打只有第一和第29列没有通过，其他30列都通过了。32列只有30列通过，所以反打的胜率也是30除以32等于 0.9375， 所以反打胜率 93.75% 的数据对我们有利。六株路正打反打概率是多少？以下是六株路排列组合的64种情况。六株路正打，根据正打规则发现，六株路正打只有第4和第64列没有通过，其他62列都通过了。64列只有62列通过，所以正打的胜率是62除以64等于 0.96875， 所以正打胜率 96.875% 的数据对我们有利。六株路反打，根据反打规则发现，六株路反打只有第一和第61列没有通过，其他62列都通过了。64列只有62列通过，所以反打的胜率也是62除以64等于 0.96875， 所以反打胜率 96.875% 的数据对我们有利。七株路正打反打概率是多少？以下是七株路排列组合的128种情况。七株路正打，根据正打规则发现，七株路正打只有第4和第128列没有通过，其他126列都通过了。128列只有126列通过，所以正打的胜率是126除以128等于 98.4375% 的数据对我们有利。七株路反打，根据反打规则发现，七株路反打只有第一和第125列没有通过，其他126列都通过了。128列只有126列通过，所以反打的胜率也是126除以128等于 98.4375%， 所以反打胜率 98.4375% 的数据对我们有利。百家乐正打必然会产生反打正负路，在软件最上面输入框依次输入闲庄庄闲庄闲庄庄闲庄闲庄闲庄庄闲庄庄庄闲庄庄闲庄庄庄庄闲庄庄生成三多正反打正负路各两种，还有二株路、三株路、四株路、五株路、六株路、七株路正反打正负路也是各两种。只要有正打所产生的正负路，必然就会有反打所产生的正负路。第一种打法，三多打法。三多排列有8种，三多打法分正打和反打。正打规则是，当庄闲大路按三株路排列，出现庄庄庄、庄庄闲、庄闲庄、闲庄庄这4种情况，打3手庄庄庄，反打就是打3手闲闲闲，只要中一手就停止下注，出现闲闲闲、闲闲庄、闲庄闲、庄闲闲这4种情况，打3手庄庄庄，反打就是打3手庄庄庄，也只要中一手就停止下注。以上是继百家乐旗舰厅 B021 学完整的路单，按三株路牌如上图所示有21列，共63手牌。下面是三多反打依次生成的反打正负路，正代表正确，负代表错误。其他打法所产生正负路都是同样的意思，下面就不再赘述，只是正负路的排列和百家乐大路排列一样。三多反打实例，上穴牌，三多反打正确20手，错误14手，胜率达到 59% 左右，负率只有 41% 左右，并且都在3手内打中。三多正打实例，接下来再看三多正打，正确18手，错误15手，胜率达到 55%， 负率 45%。通过三多正反打比较发现，
三多正反打在这些牌胜率都在 55% 以上，但不能说明以后所有的美靴牌都在胜率 55% 以上。百家乐大陆排列组合各不相同，正打或反打都不相同。第二种打法，二珠路正打和反打。比如说二珠路第一列第一手开弦，那么正打就是打弦，正打正负路就记为正，反打就是打庄，则是错误的，就记为负。第二列开弦，正打正负路第二手则是错的，记为负，反打是正确的，则记为正，以此类推。以上是继百家乐旗舰厅 B021 靴完整的路单，按二珠路排列。如上图所示有32列，共63手牌。二珠路反打实例，下面是二珠路反打依次生成的反打正负路。上靴牌，二珠路反打正确20手，错误11手，胜率达到 65% 左右，负率只有 35% 左右，并且都在4手内打中。二珠路正打实例，接下来再看二珠路正打。正确18手，错误15手，胜率只有 35%， 负率达到 65%。通过二珠路正打和反打比较，反打胜率高，正打胜率偏低。第三种打法，三珠路正打和反打。以上是和继百家乐旗舰厅 B021 靴完整的路单，按三珠路牌如上图所示有11列，共63手牌。三珠路是最常见的打法之一，并且很多人喜欢玩三珠路打法。三珠路打法玩的好与坏，在于三珠路正反打使用情况。如何选择正打和反打非常重要，这里有2点原则。第一，百家乐大路跳多，就以三珠路反打为主。第二，大路连多，就以三珠路正打为主。具体以三珠路正反打所产生的正负路变化规律来选择是正打还是反打。三珠路反打实例，下面是三珠路反打依次生成的反打正负路。上靴牌，三珠路反打正确18手，错误11手，胜率达到 62% 左右，负率只有 38% 左右，并且都在4手内打中。三珠路正打实例，接下来再看三珠路正打，正确15手，错误19手，胜率只有 44%， 负率 56%。这种就是上面所说第二种情况，反打胜率高，正打胜率低，一正一反，一阴一阳。世间万物都是如此，没有绝对的白，也没有绝对的黑，这就是百家乐的奥妙。第四种打法，四珠路正打和反打。以上是和继百家乐旗舰厅 B021 靴完整的路单，按四珠路牌如上图所示有16列，共63手牌。四珠路反打，下面是四珠路反打依次生成的反打正负路。上靴牌，四珠路反打正确16手，错误10手，胜率达到 62% 左右，负率只有 38% 左右，并且都在3手内打中。四珠正打，接下来再看四珠路正打，正确14手，错误17手，胜率只有 45% 左右，负率 55% 左右。第五种打法，五珠路正打和反打。以上是和继百家乐旗舰厅 B021 靴完整的路单，按五珠路牌如上图所示有13列，共63手牌。五珠路反打实例，下面是五珠路反打依次生成的反打正负路。上靴牌，五珠路反打正确13手，错误6手，胜率达到 68% 左右，负率只有 32% 左右，并且都在4手内打中。五珠正打实例，接下来再看五珠路正打，正确12手，错误17手，胜率只有 41% 左右，负率 59% 左右。第六种打法，六珠路正打和反打。以上是和继百家乐旗舰厅 B021 靴完整的路单，按六珠路牌如上图所示有11列，共63手牌。六珠路反打实例，
下面是六珠路反打依次生成的反打正负路。上穴牌，六珠路反打正确11手，错误3手，胜率达到79%左右，复率只有21%左右，并且都在3手内打中。六珠正打实力。接下来再看六珠路正打，正确11手，错误12手，胜率只有48%左右，复率52%左右，并且都在3手内打中。第7种打法，七珠路正打和反打。以上是额济百家乐旗舰厅 B021 学完整的路带，按七珠路牌如上图所示有9列，共63手牌。七珠路反打实力。下面是七珠路反打依次生成的反打正负路。上穴牌，七珠路反打正确9手，错误7手，胜率达到56%左右，复率只有44%左右，并且都在5手内打中。七珠路正打实力。接下来再看七珠路正打，正确9手，错误8手，胜率只有53%左右，复率47%左右，并且都在3手内打中。百家乐实战3种正负路如何利用？通过大量正反打数据，我们不难发现，百家乐不论任何打法，我们在用正打的时候，必然产生反打的正负路。目前我们归纳分析总结如下3种正负路，这3种正负路我们要学会使用。切记，同一种打法在不同的百家乐大陆排列中胜率是不一样的，会出现以下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正打胜率高，反打胜率低。当你赢到一定的极限，就会朝着输的一面去发展，即先赢后输，这是极限法则，物极必反，学会止盈至关重要。其实胜率变化是一条条波动的抛物线，如果你选择某种打法所产生的胜率在某个时段有上升，那么在某个时段必然会有下降，这个时段的周期可能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甚至更长。这就难免听到有些玩家讲，任何一种打法都是阶段性的，每种打法正打和反打产生的胜率波动周期各不相同，所以任何打法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第二种情况，反打胜率高，正打胜率低。我们一上去就处于下风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上头，要有十足的耐心和把握，千万不要做拼命三郎、下大注、梭哈这些冲动不可控行为，一定要有风控意识行为。在一个超级下风期，可以能10几手牌都打不中，这就是网络平台坏处，利用几十个台桌产生超级大下风。不论你什么打法，换台再打，经常打的时间一长都会碰到连杀10多手牌，甚至连杀好几个小时，都处于一个下风期。在这种下风期时候，只能下最小的注码，等待胜率的回归，达到上升状态时，加大注码下注，形成注码的对冲，产生盈利码差，达到盈利，实现离场。第3种情况，正打反打胜率相当，输输赢赢处于拉锯战状态。这种情况要根据正负路情况来投注，在3手或4手能打中的就可以投注几手大注，盈利就可以止盈，做到快速离场。切记不要做无限背投这种自杀式投注。下图是继百家乐某种打法上升时段和下降时段资金走势图谱。资金走势图所有的上下波动变化都彰显概率波动引起的，概率波动不能消除，只能加以利用。正打反打所产生的正负路，正负变换所产生的交替规律，完全可以用肉眼看清在什么时候上升，什么时候下降。在实战中，同一种打法产生的正负路在什么时间切入极其重要，只有这样，通过多次实战熟练掌握并且正确使用百家乐正反打正负路，才能在家百家乐游戏实战中做到有的放矢，灵活多变，游刃有余，达到稳赢状态。